2019年11月，索尼互动娱乐发出了一则低调的人事公告。吉田修平，这位在索尼工作了整整31年，亲手缔造了 PlayStation 第一方黄金时代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被悄悄地挪出了权力的核心，转去担任了独立游戏开发者计划的负责人。官方当时给的说法是，他本人更热爱独立游戏，所以此番调任不过是顺应本心。这个解释很多人当时选择了相信，毕竟在他掌舵的10多年间， PlayStation 的第一方阵营经历了从 PS3 末期的绝地反击到 PS4 时代的全面辉煌，而且他不仅曾一手扶持了战神、神秘海域、最后生还者、对马岛之魂等无数索尼第一方神作的开发，更是在2013年的 E3 展会上一本正经地拍了一段教学视频，演示了如何把 PS4 的实体游戏借给朋友，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成为了直接把 Xbox One 钉在耻辱柱上的男人。像这样赫赫战功的老将，你很难想象他真的会被索尼给边缘化。然而就在最近的澳大利亚游戏节 Outgames 上，这位传奇人物却首次公开了一些他和当年 SIE CEO 吉姆莱恩不为人知的内幕。如果说 Don Matrick 是亲手把 Xbox 推入深渊的罪魁祸首，那吉姆莱恩就是那个压下疯狂赌注，把 PlayStation 这块金字招牌生生给败光的贪婪赌徒。如今他当年指派的接任者 Herman Host 成为了新的联席 CEO， 却依旧还在下着同样的赌注。而且 Herman 甚至比 Jim 还要疯狂。赌徒的逻辑从来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如果赌输了，就再次加倍下注把它给赢回来。就在马拉松这款撤离射击游戏遭遇了商业上的惨败之后，索尼的下一款游戏 Fair Games 竟然还要做撤离射击。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聊当年的 PlayStation 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Fair Games 这款游戏一定会再一次成为下一款新名特工。大家好，欢迎来到对我频道，我是老九。所以当年具体发生了什么呢？吉田修平在 Outgames 游戏节上给出了他31年游戏生涯里最直白的一句话，那就是他当年其实是被吉姆莱恩给炒了鱿鱼的，而被炒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没有听吉姆的话，他对吉姆莱恩的决策说了不。至于吉姆莱恩要他听什么话，吉田只用了一个词去概括，他称之为荒唐的事情。这位前索尼高管没有点破细节，但是如果你结合时间线，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荒唐的事情到底指的是什么。吉田反对的就是吉姆莱恩那套疯狂的服务型游戏战略，这套全面压住服务型游戏的烂活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相信我的老观众早就已经听腻了，这里我给新来的朋友简单梳理一下。索尼当时要求旗下几乎所有第一方工作室全部转型，集体去做服务型游戏。然而最终只有《地狱潜兵2》这个被索尼干预最少也最不被看好的项目取得了成功，其余的要么已经 BOSS， 要么正走在 BOSS 的路上。具体来说是哪些啊？耗费索尼4亿美元开创了类新名游戏类型的新名特工自不必多说，顽皮狗的最后生还者多人模式正式取消，失眠组的漫威蜘蛛侠伟大网络正式取消，BAM Studio 的那款未公开的服务型游戏正式取消，蓝点工作室的战神服务型游戏正式取消。而且更惨的是为了赶在财年之前美化财报，索尼前段时间直接把这家工作室都给关闭了。在那些正式已经发售出来的游戏当中，除了《地狱潜兵2》和已经官服的新名特工以外，目前唯一已经发售的还有 Bungie 的马拉松。然而索尼仅是收购 Bungie 这一项便花了36亿美元，加上不含宣发的2.5亿美元的开发成本，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可是这款游戏全平台最终只卖出了区区的120万套，远远不及预期。剩余2款尚未发售的作品同样前景堪忧。Guerrilla Games 的地平线猎人集结因为人物的造型和玩法模式背叛粉丝而遭到玩家的猛烈抨击，而 Haven Studio 的 Fair Games 则在发售前便已经是争议四起。至于这款游戏究竟发生了什么，下一段我会细说。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大量从来没有做过服务型游戏的索尼第一方工作室被吉姆莱恩强行更换了赛道，去做他们根本不擅长的东西，直接导致整个 PS5 世代索尼都没有几部第一方的大作。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顽皮狗，他们当年仅仅在 PS3 一个世代就连续推出了3部神秘海域，平均不到2年一部。而如今 PS5 已经发售6年了，到现在
还是一部作品都没有，就是被那个最后生还者的多人在线模式给拖的。还有你不要说什么现在做游戏成本太高了，人工太贵了，这些问题都是这些大公司过度扩张、管理不善而自己导致的，根本就不能拿来作为借口。吉田修平在2019年感叹荒唐，并且拒绝执行吉姆莱恩赌博一般的战略，可以说是眼光相当的精准，相当的有远见。而且这还没完啊，当年的 PlayStation 内部还有一些别的理智的声音，除了吉田以外，另外还有一位高管 Sean Layton 其实也看出了这套战略的荒谬，并且先吉田一步，在2019年的9月份就被拔掉了 SIE 全球工作室主席的头衔，最终在2021年辞职。我觉得这个 Sean Layton 啊，有一个观点说的非常有道理，那就是如果一款服务型游戏需要成功，那么他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卖出这款游戏那么简单而已，而是需要说服正在玩别的服务型游戏的人放弃他们正在玩的服务型游戏，转而玩你开发的游戏，因为没有人会在同一时间玩好几款服务型游戏。这道理说穿了其实并不复杂，但偏偏在当年就是没有人愿意听。就这么两位对于玩家、对于游戏市场、对于游戏本身了解颇深的老将，却都在同一年被吉姆莱恩给挤兑走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不够听话。而 Hermen Host 之所以能够在2019年顶替吉田，甚至在吉姆莱恩被索尼本部体面退休之后出任联席 CEO， 就是因为他足够听话。吉姆莱恩这个人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就像是动视暴雪的 Bobby Kotick 一样，他眼里看到的从来不是游戏，而是数字，是财报，是华尔街那份分析师脸上的表情。Bobby 把动视暴雪几十年来攒下的口碑和创意资产一点一点的榨干变现，而吉姆呢，则是盯着原神和堡垒之夜的流水眼红，他只看到了服务型游戏是一台涌动的印钞机，却没能看到服务型游戏对背后的开发和运营团队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于是他不管3721，把 PlayStation 这块用了整整4个世代才打磨出来的金字招牌压上了赌桌。这类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游戏本身没有任何感情，也没有任何直觉，他们只会看市场的趋势，看竞品的数据，然后做出一个在方案上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战略。至于玩家的诉求，他们完全不在乎。如果说 PlayStation 以后真的没落了，那吉姆莱恩这个名字一定会遗臭万年。吉姆下台之后，烂摊子来到了听话的 Hermen 的手上，而 Hermen 的收拾方式不是拨乱反正，而是加倍下注。加倍在哪里？就加倍在马拉松这款撤离射击游戏刚刚折戟沉沙的地方。Haven Studios 的 Fair Games 不仅同样是服务型游戏，同样是多人在线，甚至连玩法类型竟然也包括了同样的撤离射击。不同的赌徒，相同的赌法。新任的联席 CEO Hermen 不是在改变方向，而是在原地把筹码又往桌上推了一把。那么 Fair Games 这款游戏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我说它一定会失败呢？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23年的 PlayStation 展示会。Haven Studio 带着这款游戏第一次亮相，把它定位为一款让玩家扮演现代罗宾汉去洗劫亿万富翁的多人在线射击游戏。听起来很酷啊，但是现实却是这款游戏从预告片放出的那天起就被玩家给喷爆了。不仅视频下方的到赞比达到了惊人的14:1，而且下方的评论区还充斥着大量来自玩家的冷嘲热讽。不得不说啊，这些网友确实还蛮有才的。比如说这位，你想看我输掉4亿美元吗？或者说你想不想看我再输一遍？或者是这位，劫富济贫，800美元的无光驱版 PS5，你也好意思喊什么劫富济贫？从这里啊，你就可以看出来，游戏玩家，尤其是索尼的玩家，对于吉姆莱恩 All In 服务型游戏的做法有多么的厌恶了。不仅让原本的索尼粉丝玩不到自己想玩的游戏，而且还进一步导致了游戏、游戏机以及订阅服务的涨价。进入2025年 Haven Studio 开始进行外部测试，而测试的结果却令工作室的内部人心惶惶。测试参与者普遍反映，游戏连最基本的玩法循环或者说爽点都还没有搞清楚，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打磨甚至重做。这份反馈直接引爆了一连串的人事地震。2025年5月，工作室的创始人 Jade Raymond 甚至都宣告了离职，游戏的发售窗口也随之从2025年的秋季推迟到了2026年的春
春季。紧接着同年8月，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整整4年半的游戏总监 Daniel Drapio悄悄更新了自己的 LinkedIn， 他的新职位变成了华纳游戏蒙特利尔的创意总监。而如此之大的变动，他甚至都没有发布任何告别的声明。一款游戏的工作室创始人和创意总监在发售前相继跳船，这已经不是什么危险的信号了，这就是这艘破船已经快要沉没的证据。不过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最牛逼的，最牛逼的是，就在最近，这款游戏被 Insider Gaming 爆出，不仅将会变成免费游玩，而且还要加入撤离射击的游戏模式。又是撤离射击，真的，我已经快要吐了。而这种让人无语的决定，作为负责索尼第一方游戏工作室的联席 CEO Herman 绝对是脱不了干系的，或者说这很有可能就是他拍板的。其实不止索尼，一堆大公司都在盯着撤离射击，拼了命的往这个品类里面冲，都觉得他们如果不快速加入战局的话，就会和当年的大逃杀一样被落下。要我说啊，撤离射击这种死一次就丢掉全身装备的玩法本来就挺小众的。Arc Raiders 能火，也和它本身的强社交属性脱不了关系。而且就算强如 Arc Raiders， 现在的玩家人数也比巅峰时期少了 80% 了。我感觉这或许就是服务型游戏的通病，像之前的战地6也是，热度一过，玩家的数量也是一下子就掉了 90%。我本身非常喜欢战地6，但是最近也没有再玩了。不是因为战地6这个游戏本身不好玩了，而是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一款游戏它再好玩，你玩个100-200个小时之后也是会腻的。更何况这些商家还总是在游戏中加入一些拖延你游戏时长的留存保护机制。当越来越多的玩家看穿服务型游戏的本质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在其中投入更多，尤其是之前就长期玩过服务型游戏的玩家，肯定更是有这种感觉。索尼高层的这种无脑服务型游戏、无脑撤离射击的做法，本质上就是不玩游戏也不了解游戏，但是看到这个模式或者说这个品类火了之后，就在不考虑自身工作室有没有开发经验的情况下的一次瞎搞。吉田在这次澳洲游戏展上给独立游戏开发者的核心建议是：当你追逐潮流时，你已经太晚了。讽刺的是，这句话用在现在 PlayStation 的身上，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Jim Ryan 时期追逐服务型游戏， Herman Hulst 的时期不仅追逐服务型游戏，还要追逐撤离射击的潮流。而且 Herman Hulst 更胜一筹，不惜把自己亲手打造的地平线 IP 也改造成服务型游戏，真的是丧心病狂。索尼作为当年单机游戏的王者，如今竟然也被虚假的潮流牵着鼻子走，真是让人不禁唏嘘。有的人看到这里啊，可能会说 Fair Games 不是免费吗？应该会有所不同吧。而我想说的是，巅峰守卫当时有200万人免费尝试了这款游戏，它还是失败了。你觉得 Fair Games 这样的开局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 TGA 压轴的曝光，它可能还不如巅峰守卫。这一整件事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像 PlayStation 这样一个曾经被创作者主导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被财务逻辑反向塑形的全过程。从吉田修平和 Sean Layton 的出局，到 Jim Ryan 压住服务型游戏，再到 Herman Hulst 继续在同一条路上加码，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战略失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彻底更替。那就是这些大公司的理念已经从做出好游戏自然会成功，变成了复制成功模式就一定能赚钱。但问题恰恰在于，游戏从来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它既不是公式，也不是风口，更不是靠换皮和跟风就能跑出来的生意。新明特工的失利没能让索尼停下，马拉松的不及预期，他们还保有侥幸心理。Fair Games 的争议到现在也未必会让他们回头。这场服务型游戏的豪赌一定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历史早就一再证明，当一家以创意立身的公司开始系统性的忽视创意、透支信任、追逐短期的回报的时候，它失去的从来就不会只是几款产品的口碑而已，而是玩家对这个品牌最根本的期待。真正可怕的并不是 PlayStation 会不会再出一个新名特工，而是如果有一天当玩家彻底不再对它抱有任何期待的时候，这块曾经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是否还剩下任何意义。 Anyways， 欢迎收看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有对吉姆莱恩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